最近宝可梦里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艾兰输给丹帝了。虽然这个结果大伙早有预料，毕竟在游戏里丹帝可是有必进决赛的属性，但看到对阵艾兰时丹帝的配招，还是不得不称赞一句，这真的是本质玩家。不过丹帝赛前换配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旅途开始没多久的世锦赛决赛上，丹帝就让喷火龙特意带了雷电拳来克制阿杜的暴鲤龙。要知道水系加飞行的属性可是4倍弱电系，即便是误攻招式那还是非常的疼。但话又说回来了，丹帝肯定是知道当时阿杜没法在嘎拉尔地区用快龙，所以这才笃定他会派上暴鲤龙。可见丹帝在赛前还是很认真做了功课，毕竟全兽王者的战绩也不是白来的。倘若像某位连属性都搞不清的冠军那样，丹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了。当然了，丹帝能赢下阿杜也是有一部分主场优势，但后来和同样身为嘎拉尔人的奇巴纳对上，那才叫真的精彩。当时奇巴纳不知道是多少次挑战丹帝，但比起其他人来说，他最大优势就是了解丹帝打法，所以早在赛前他就偷偷让吕刚龙换上了威力极高的歼十攻击。平时都说攻防均衡不太好，可要带上这种地雷配置，有时候攻高也是有点用的。加上喷火龙4倍弱炎，奇巴纳可以说是有备而来。而丹帝也和预料的那样，让喷火龙带上了挖洞和劈瓦，专门针对吕刚龙仅有的2个弱点。但毕竟吕刚龙物防高，所以这些招式算得上不痛不痒，反倒是丹帝的喷火龙吃了歼十攻击的大亏。不过能接下歼十攻击，除了说他带的是抗炎果以外，我是真的想不到为什么能接下来了。等到后来双方几句话，丹帝的喷火龙也充分印证了什么是官方亲儿子，无论是极具岩石还是极具钢铁，全都被一一打碎。最后更是用祖孙爱的地狱灭焰灭掉了特放垃圾的吕刚龙。当然后面吕刚龙输给元气弹级别的波导弹也的确是意料之外，而且奇巴纳也没有像对付丹帝那样专门带上克制卢卡利欧的格斗系招式，要是打的极具拳动，那同样是脆皮的普通卢卡利欧用10万条命都接不起，哪怕是多打几个回合也比直接秒了要好。所以说旅途的对战被后人诟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有一说一，丹帝和艾兰的对决中，艾兰明明可以用准神班基拉斯来克制丹帝的喷火龙，结果却上了个从没见他用过的乌贼王当炮灰。当然推测可能也是为了打丹帝的尖盾剑怪而准备的，毕竟班基拉斯4倍弱格斗，如果对上鬼剑，估计直接就被圣剑秒了。再加上丹帝还换上了原始之力和龙之波动，艾兰打不完也完全正常。要是丹帝不被剧情强行写输的话，小智即便闯入了决赛，那也很难打赢这个本质玩家。所以按照正常剧情发展，我认为丹帝很可能再次卫冕，而小智成为世界第2就已经让人很满意了。你们认为呢？